女孩复活了枯萎3万年的燃系花，她带着花朵径一头扎进忘川之水，在水底的灵虚之境贮存着一道不死不灭的元神。她想用燃系花与元神沟通，却被赶来的清仓阻止，两人就在大殿里争吵起来。可小兰花不顾清仓反对，用法力激活花朵，那道飘舞的元神幻化出一道老人身影，他就是上任月尊清仓父亲。之前小兰花复活清仓星海中的七情树，情绪复苏的清仓每天活在痛苦中，总会想起父亲的严厉苛刻。父亲为了让他变强大，守护月族，用禁咒剥离他的七情六欲，最后以生命为代价斩断他所有情丝。可现在七情树复活，冰封的星海发生翻天覆地变化，他弑父的痛苦也随之而生。清仓尝试用业火毁坏七情树，3界最强技能却无法伤树分毫，他只能动用禁咒暂时压制情绪，但这要承受断情绝爱的痛苦。小兰花为了能解开清仓心结，她想知道老人是否真正爱她儿子。老人看着那把抚琴悔恨不已，清仓却转过身来说他虚伪。老人讲述着当年月族危在旦夕，只有寄希望于年幼的清仓，因为他传承了初代月尊的业火，只有让他强大才能守护月族子民。清仓听不进老人的解释，质问老人如果重来一次会如何选择，毕竟当年他也想得到父亲的关爱。此时老人沉默了，他感受到清仓愤怒的情绪，猜想七情树冲破了封印，他缓缓站起身，想让清仓再次手刃自己，帮助儿子斩断所有情绪，减少他的痛苦。在他看来，守护月族子民安危的责任大过亲情，可清仓并未动手，因为他在承受痛苦的同时，也会想到父亲陪他练剑、陪他玩游戏的温馨。老人听得儿子的一席话，老泪纵横。此时燃系花的能量烧尽，老人的元神随之消散。清仓尊敬地喊了一声。回到祭月宫的清仓第一件事就是惩罚训风，他勾结海市让月族子民沾染碎气丧生，要承受81道雷劫，可只责罚了一半就被清仓喊停，余下的雷劫他要为弟弟承受。从小他就背负弑父的骂名，弟弟更是将他恨之入骨。可情感慢慢复苏的他，也感受到人情冷暖手足之情。训风对哥哥的看法也在发生着细微变化。之后小兰花将云影镜留给训风，里面记录着清仓与父亲的所有事情。此时训风才大彻大悟。之后他去找到清仓，用月族最高的礼仪拜见月尊，用行动表达自己对哥哥的臣服。清仓也未责备训风，还将委以重任给他，让他在战场上戴罪立功。兄弟二人也同为一心守护月族。这天清仓来到父亲曾经居住过的寝殿，思念父亲的情绪油然而生。3万年没有尝过痛苦滋味的他，情感就像泉涌一样爆发。再强大的男人也会有脆弱的一面。他本是九霄云天的战神仙君，却被一群乞丐欺负。恰巧一女子出现，用法力将众人迷晕。殊不知女孩的出现改变了男人命数。长恒在仙界窥探到与小兰花在凡间有姻缘，为追寻爱情，他跳下神水亭来到凡间历劫。小兰花英雄救美撬动长恒芳心，并将她画在纸上，成为梦中仙子。另一边的清仓根据命簿记录，寻到战神赤帝的元神，他要解封10万月族将士。可这一世的赤帝历劫未完成，元神没能觉醒，清仓便来到凡间，经常观察元神动向。可这天赤帝给酒水下药，想了解自己这一生。清仓及时出现救下女人，却给女人留下抹不去的印象。清仓就成为赤帝朝思暮想的梦中情郎。这天长恒要与小兰花约会，清仓便为小兰花奇思妙想化了美妆，本想打断长恒的情种，谁知更加中了他对小兰花的好感。隔天还送来聘礼要娶她为妻，可根据命簿记载，长恒要与赤帝结婚，两人才能完成凡间渡劫。于是他们有了个大胆计划，清仓与赤帝结婚，小兰花与长恒结婚，然后他们偷梁换柱，让长恒与赤帝入洞房。可计划又被突然出现的荣浩搅乱，他守护弑父元神3万年，这是最后一世的历劫。在之前他送小兰花一颗宝珠为贺礼，可里面装载着大量碎气。此时的小兰花被碎气包围，清仓不顾危险的前来解救。另一边的赤帝也被碎气侵染，长恒为保护但因死在赤帝剑下。此时清仓也将碎气解除，也受了重伤。他猜想到这一切都是被人暗算，便去查探赤帝情况。可他刚走，赤帝便将小兰花抓住。被碎气侵染的赤帝没了自我意识，他拔剑就要了解小兰花，却被宝剑击飞出去，穿心而亡。来人正是清仓，他收回业火宝剑，没了能量镇压的碎气从女人体内散发，在空中凝聚出可怕魔力，竟直接攻击清仓两人。危急时刻，小兰花出手抵御，竟有强大的生命能量散发。而此时的清仓已经震惊了，他看到的小兰花身边有神女出现，那便是上古西山神女。此时碎气散尽，小兰花也昏迷过去。长恒因保护在虎的人历劫成功，回到水云天。赤帝死在心爱之人手中，也历劫成功。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却是荣浩。可要想恢复赤帝肉身的生命力，他的下个目标就是小兰花。